我来到了与朝鲜仅有一江之隔的吉林吉安，这里曾是高句丽的都城所在。如果你常看古装剧，你一定对高句丽这3个字不陌生。它是东亚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国，大概存在了700多年，从公元前37年一直到公元668年，是朝鲜历史上三国时期及高句丽、百济、暹罗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一度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并向北扩张到了今天的中国东北和辽东地区。历史上，高句丽曾在今天的吉林吉安建都，吉安成为研究高句丽历史最重要的地区，因为在这里发现大量的高句丽王城和墓葬遗址，也就是我们本集将要游览的世界文化遗产。哇，好冷啊！外面，朋友们早上好呀！今天是在边境小城吉安市的第2天，远处的烟囱啊，浓烟滚滚的。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个朝鲜国土里面的中国乡村。为什么朝鲜的国土内会有一个中国乡村呢？这我住的民宿啊 ，Let's go。朝鲜里面的中国乡村这部分内容比较复杂，我将在未来的影片中分享。江面生成的雾气啊，水汽。双边结霜了啊，挺冷的。左边的这条江叫鸭绿江，江对岸是朝鲜的第6大城市满浦市的一个偏远的山区啊。而我所在的地方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神秘的边境小城，中朝边境的吉林吉安市。中朝界河鸭绿江，这些吊车呢在清理河道啊。对面的朝鲜山岭啊，它的这个植树的比率不高啊，好多是光秃秃的，太荒凉了。这个地方除了岗哨以及一些军事设施以外，对面看不到任何东西。那么对比中国的吉林吉安这边呢，就是楼房林立的，公路非常的宽敞，这个车流不断啊。现在早上7点半左右。难怪这个手啊，我的手刚才露在空气里1分钟吧，就冰痛的。原来今天气温比昨天低了约10度啊。最低气温零下13度，朋友们能看得到吗？鸭绿江上，升腾着这个水雾啊，清晨太冷了。我们现在出发，这里是吉林的中朝边境城市，中国对朝第3大口岸城市啊，吉林的吉安市，能不能包一辆车前往？这个叫大吉他广场啊，因为电影《风日集乐队》在此取景。吉林的中朝边境城市吉安市的主要景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云峰湖景区、鸭绿江国门景区、鸭绿江游船码头。那么看一下吉安的美食啊，昨晚我们吃了高丽火盆、明火烤肉啊、鸭绿江鲤鱼、人参鸡汤。这个是官方推荐的2日游旅游路线啊，给大家做参考。这里有一个设计啊，建设中国最美边境城市啊，身后50米就是中朝界河鸭绿江。吉安的电车充电桩，大早上的冻得脑壳都有点疼，我想把这个戴上，都把发型给弄乱了。这地方呢，因为太冷了，从11月中下旬就取消早市了，所以我走了500-600米没找到吃早餐的地方。湖面的冰看上去应该有20-30公分了。长城公馆，这是我住的地方，所以我窗外就是眼前这片景色。这个莲花湖啊，竟然结冰了，亭台楼榭的这里。
市民休闲娱乐的地方。这个连叶都被冻住了，像是博物馆里面封印的展品一样。这早上在哪里有早餐吃呢？硬是没找到。薄膜应该是贴上去没太久啊，东北人就用它来保暖阳光房。这商铺好多感觉都没开门。终于找到一个叫农贸市场啊，里面有早餐。你看这一进来，因为里面暖和，这镜头马上起了一层雾，可见室内外温差很大，差了几十度，室内20度左右，室外零下12度。这个镜头起了一层水雾以后就看不清晰了。这个集市。与其说是集市，也像超市啊，综合超市。贝南瓜、大葱啊，柑橘、砂糖橘、西红柿啊，商户来摆摊了。因为早市取消了，这个就是既然是市民来买物资、生活物资的地方。各种饼啊，烧饼啊，馒头，拿3个馒头，来点鸡蛋饼。脆皮柿子4.85元500克，这个柿子的话挺大的。你看，这是我的手啊。这猕猴桃挺小个的，4块8毛5 500克，商家4块9毛8。这边有金桔啊，莫非也是广西那边过来的？9块8。手抓饼、烤冷面、奶茶、豆浆。果梨晒的干儿。晒干了。东北特色水果南果李啊，2块9毛8 500克。果冻橙啊，2块9毛8 500克。大葱啊，1块5毛8啊。大白菜1块3毛8。西兰花6元500克。茄子4元8 4.85元500克。这是手菊吗？这个是果冻橙。咱们这边最冷的时候有多少度呀24、5度吧。零下24、5度啊，最冷了。最冷了。最冷的时间是12月下旬跟1月上旬啊。那么1月中旬以后就慢慢开始回暖了，所以这里比较冷的时间不算特别长啊，不像黑龙江。馒头、花卷啊，这个是配的咸菜啊。纯肉的，我要一碗小米粥啊。有这4个呀？对对对。2块钱。就一碗粥呗。总共多少钱？4块钱。我的天啊，就买着买了那么多啊！今天的早餐啊，这个馒头2块钱午餐哈，小米粥2元，果冻橙1.2元，这个茶叶蛋2元，这个酸菜肉烧饼啊馅饼2元，这个鸡蛋饼2元。2块钱的这个鸡蛋饼。花卷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哇，这个茶叶蛋应该是卤了好久了，有点咸。不过这个鸡蛋饼基本没有咸味儿，一个咸一个没有味道。我天啊，好快啊！这些东西就变凉了，鸡蛋饼啊、小米粥都凉了。这个酸菜肉饼好特别，它是那个螺旋状的。2块钱一个，真实惠，里面能吃到酸菜跟肉，酸咸的。
看这个综合超市里面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天天快餐已经开始备餐了。黄焖鸡米饭，外面就是超市。草莓柿子4.98元500克，小黄瓜3.98元500克。这个小黄瓜做那个泡菜的话特别好吃。多高呀，这边的人。吉安市公共汽车啊。在2004年7月，中国境内的吉林吉安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由多部分内容组成，比如长寿王陵、浩太王碑、王都山城。我们现在出发的就是浩太王陵。那个碑是什么历史？你了解吗？到了6号线的终点站啊，在村里面来了。这里有一个大牌子写朝鲜旅游啊，吉安、满浦、高山镇1日游，吉安、平壤、金刚山5日游，那个都好多年前的了吧？早就疫情后就早就停了啊。我今天来看的这个叫浩大王碑啊，东北的乡村啊，大家都猫冬了啊，所以显得街道上就比较的萧条。朝鲜语的啊。我们能看到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那么包含了3个景点啊，长寿王陵啊、浩太王碑、王都山城，都是30元啊，那么联票是70元。那么这几个地方呢，像太王陵啊、浩太王碑啊、长寿陵啊都挨着，但是这个王都山城就很远了。冬天人真少。转行支付宝收款70元。天，在检票口都没人，基本就没有游客。这冬天来，检票口都是打开的，不需要检票。昨天还没觉得很冷啊，今天觉得好冷啊。偌大的一个景区啊，只有我一个游客。这种体验，这种在东北旅行的体验，只有在冬天呢才有这种一个人承包了整个景区的感觉。这个就是浩大王陵啊，真只有我一个人哎，朋友们。我们先看一下介绍啊，有5种语言啊，俄语、中文、英文、韩文、日文。你看，是一块巨大的石碑啊。这个石碑，我天啊，这么高啊！这石碑有，这美女跟着我过来，我以为她是游客呢，原来她是工作人员。她告诉我这里有个门是可以进来的，不然我只能知道在外面看着。镌刻着一些文字啊，哦，是汉字来的。我看到个来字，来朝。看这么高。浩太王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碑之一，被誉为海东第一古碑，是世界文化遗产。浩太王碑是高句丽第19代王广开土境平安浩太王的记功碑，亦称广开土王碑，建于东晋安帝义熙10年，即公元414年。历经千余年自然界侵蚀人类的社会跌宕，一直伫立于此。碑西南360米处有一座大型方塘阶梯石室墓，即为太王墓啊。这块巨石是不是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看下面有这个混凝土粘合的痕迹。四周没有人。浩太王碑呢，是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为父亲建的一个记功碑，高6.39米，宽1到2米，四面环刻140
字面黄刻1775个汉字，可辨识1590个字左右。碑文涉及高句丽建国神话、早期王系号太王攻城略地之功业、守陵制度等等，是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丽考古史料。号太王碑的发现，确认了自中世纪以来为世人遗忘的高句丽文明及中心之所在，在东北亚考古遗迹中占重要的地位。阳光射进来了。我们看到过去呢，它的围着的房子是没有玻璃的。1989年然后1935年的时候，甚至是用木阁楼包着的。1909年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它也是随着历史，然后不断的去改变保护它的方式。最早1909年时候的号太王碑第3面，它每个面都有文字。那么到1935年就起了一个精美的木阁楼围起来了。那么到1989年的时候呢，就变成这样子，还没封上玻璃。那么到2003年的时候才给它上玻璃的。1963年。那么这就写了这个号太王碑的一些释文它每面的释文都有。昨天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他看了我去年阿叔闯东北的在中国最北的乡村的影片以后，他说他是个孤独的人很喜欢到这种冰天雪地里面，那么感受孤寂的美所以他说这段话让我挺喜欢的，好像是描述出了我的感受你看我已经连续第2年来东北了，我也喜欢这种一个人走在广漠的宽阔的无际的白雪皑皑的雪地里林海雪原里享受孤独之美。在这个号太王碑都能看到朝鲜的山峦大部分面积被白雪覆盖。这个雪球哇这么硬我们到太王陵墓这里看一下，就在前面360米处。为什么我喜欢来东北可能也是我喜欢就整个美妙的大自然好像都是为你而存在的。这个用木栅栏围着的还有各种监测仪器的，是什么呢？还有好多看不懂的监测仪器的。你看这里面有冰。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木栅栏围着的叫祭坛遗址。出太阳了太阳穿过乌云，就是这一个。这商店都关门了，商店还有韩语吉安特产光是走进来还有点远走了600-700米吧。太王陵是高句丽第19代王国纲上广开土晋平安号太王的陵墓始建于公元391年，是现存高句丽时期唯一确知年代葬者的王陵。同样是俄语、中文、英文。太阳突然洒下一缕阳光穿过云层，这座陵墓就是前面的号太王碑的
号太王的一个王陵，陵墓为阶堂基石14木，墓占纯高14米，现墓占东边长62.5米，北边长68米，西边长66米，南边长63米。山上的这个杂草都裹了一层白霜，到这就能俯瞰朝鲜的远山了，也能俯瞰吉安市景。这门是敞开的。太王陵现之阶堂8级，砌石21层，底边有硕大的覆坟石。墓室在第8级阶堂上，墓道向西。墓室至2坡水屋与造型石存，内有2具石棺床。墓域广铺河卵石，东侧有大型祭台。墓上原有建筑，发现连纹瓦旦和愿太王陵安如三顾如月的铭文桩。这就到那个这个方形的石头呢，已经用混凝土粘合在一起了，应该是碎了啊！天，你要忘记来，你不得排队个半个小时，你哪里能进来啊？那么从这个陵墓出来就能俯瞰吉安市城市天际线了。还有人踩上去呢，咱们就不踩了。那边乌鸦在叫。这还有好多的巨型的石头，巨型的摆在一起。这边就像这种圆石头，椭圆形的。我突然觉得这30块钱花的好值啊！就登上这个高台，看四周的景色就值了，而且还有历史的一个知识的学习啊。四周就是吉安市的这个城郊的一些乡村。咱们能看到这石头上，这石头上就稍微高一点点，看这些植物变白色了太阳又穿过云层了，突然觉得被太阳照到的时候，好像都可以活得更长。这是某一个诗人写的一句诗。这些植物裹上了冰霜真好看，一下子觉得温暖了一点点。那个骑马飞驰的将士穿着盔甲。不由得想到这跟我去过的一座城市叫伊春伊春的话就是一个森林城市那里空气非常好，因为没有任何工业。吉安也给我这种感觉。本来今天是要去朝鲜里面的中国乡村的，上面石头长了羽毛白茸茸的羽毛，在阳光上闪闪发光的。下去喽，太阳出来了整个
眼前的景色像是上了一个滤镜一样，格外的温暖。太阳升高了，把眼睛拉长，晕的有点不可思议啊！这明明是中国56个世界文化遗产里面的其中一个世界遗产，而且还是东北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但就我一个游客，这个体验好像还是第一次呢。早上买的果冻橙啊，刚好休息一下。我的天，你看，果冻橙，来东北也好些天了，第一次感觉这个手就是很不灵活，因为太冷了，感觉就是使不上力，要比平时慢个半拍这样子。附近村民的鸡都跑到景区里面来了啊！景区就用一个木栅栏围着，其实你偷偷翻进来也是没人知道的。这个叫雪地果树走地鸡。那从空中看浩太王碑哈的一个景色，这样要去一个被称为中国版金字塔的长寿王陵啊，还有这个王都山城。下一站朝鲜旅游，走到长寿王陵1.5公里，乌鸦叫，小鸟叫，往里走1.5公里啊，这个地方不好打车。谢谢赖大哥，我太冷了，不走路了。我去玩啊！好嘞。感谢啊！太可惜了，刚才一名村民啊，他的那个小三轮车，我坐里面进来的，他没路上，哎呀，太可惜了。而且他人特别好，省得我走了1.5公里路啊。他说这个地方还不算冷的时候，最冷的时候零下30多度呢。他说他小时候常来这里玩。这个地方设成景区大概20年左右，而且我进去了，他把烟掐了，然后我下车了，他又把烟点燃了，就东方金字塔啊，长寿王陵又名将军坟，是现存最为完整的石结构陵墓，为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之陵。这工作人员在里面哈，因为太冷了，所以呢，这个检票处就不站人了。要来的话呢，直接在那个地方买票或者检票。那么将军坟它也是有1号陪坟的哈，这让我想到不久前去游览的兵马俑啊，兵马俑就是陪葬之一啊。咱们能看到，不仅是5A 级国家景区啊，它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呢。别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话，游客络绎不绝的，那么这一个世界遗产呢，就仿佛被人遗忘一样。长寿王陵1号陪坟祭坛遗址，这里砍了几棵大树。以上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谢谢收看，我们下期见。